成为娱乐圈最年轻的大满贯影后那天，一则关于我的告白短视频上热搜。视频上的男人微微仰头看着偌大的广告牌，神色缱绻。我只喜欢他，全网都在惊叹这男人的帅气，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我却想起攻略任务结束脱离小世界之前，他呲着獠牙恶狠狠地对我说：“不准始乱终弃。”我真的很慌，没开玩笑。那雨雨作为最年轻的大满贯影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新生代演员们说吗？我笑着接过话筒，正想要说些场面话，还没开口，先和台下人群中一个人四目相对。他静静地站在台下，血眸里似乎有情绪在翻涌，嘴角似扬非扬。明明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我却觉得下一秒他就要扑上来，用他的獠牙咬断我的脖子。我心里一惊，但是还是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站在那儿，但是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想来他是用了血族隐身的能力。雨，听到主持人的声音，我回神，视线再次看过去，刚刚的位置已经没有了人，一切仿佛是我的错觉。结束了所有的环节之后，我拒绝了一切邀约，用最快的速度回了家。我知道对于他来说，这些墙壁门窗都是摆设，但是还是反锁了门窗，给自己心理安慰。喝了一杯水之后，我渐渐冷静了一些，又拍拍脸，让自己放松下来。我已经脱离书中的小世界了，和他不在一个次元，他怎么可能找得到我？一定是惦记着今天要颁奖，早上起太蒙眼花了。正在卸妆的时候，经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上热搜了。我不以为然，今天红毯家颁奖上热搜不是很正常？不是今晚的事，情况略复杂。热搜第一，你先看看就知道了。我有些疑惑，打开看见井号，我只喜欢他，井号话题高高挂在榜首，内容不是红毯美图，也不是紧张颁奖，而是一个素人发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全身黑穿着的男人站在广场上，微微仰头看着偌大的广告牌。因为角度原因，看不清对方脸上的神色，但是能看到对方优越的身形以及帅得惨绝人寰的侧脸。同行的人怂恿拍摄的素人上前搭讪：“小哥哥，你好，你也是雨雨的粉丝吗？”男人听到声音，轻飘飘地看了对方一眼，明明是没有什么情绪的眼神，但是镜头画面却微微一抖，随后是女孩子略带颤抖又像是激动的声音：“那个，我们是看你在这看了这块广告牌很久，你也喜欢雨雨吗？”男人沉默了好久，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他应了一声：“好巧，你是雨雨的粉丝吧？我也是雨雨的粉丝，他真的很好。”小粉丝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男人脸上依旧没有什么情绪，他抬眸看着广告牌，声音淡淡的，镜头里的侧脸很是优越。我只喜欢他。他似乎还说了什么，但是视频没有录清楚就结束了。我颤抖地将进度条拉到某一段，看着视频里那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心跳开始加快。别多想，是被吓的。严楚，真的是他，他从小说世界里跑出来了。我真的很慌，没开玩笑。虽然很慌，但是我不明白，短短1分钟左右的视频，为什么比女明星走红毯的热度还高？看到飞速上升热度的话题，我又傻了。井号，我只喜欢他。井号落于广告牌。井号雨雨，给他一个机会吧。井号求我的 CP 认识一下。井号神颜。井号 CP 感。井号今天主打的就是助人为乐，热度给我上去，我得让我姐看见我未来姐夫。落于。他真的好帅啊，雨雨老婆，虽然我也很爱你，但是如果竞争对手是他的话，我愿意退出，要不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谈恋爱什么的我们都是支持的。落于，你转发我转发，明天我的 CP 就能认识了。啊，我只喜欢他，世界上这么多人，我只喜欢他，谁懂啊？我懂，粉丝说了很多喜欢雨雨的原因，他说我只喜欢他，是不是说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我只喜欢他 KSWL。有没有人扒出这人是谁啊？这颜值不比某些爱买通稿的明星们强多了，我要粉他。看截图的这张照片，我瞬间脑补30万小说，男主静静地抬头仰望着自己的大明星，谁懂啊？什么都磕，只会让我营养均衡，是时候展现我的超能力了。up， 上热搜第一，让姐姐看到这个哥哥吧。落于，好家伙，不愧是超能力啊 ！CP 超话都有了，粉丝都上万了。这是我磕的第一对 CP， 哥哥和姐姐的广告牌合影了，4舍5入就是同框了，好甜。不是，难道就没有人好奇那个哥哥最后说了什么吗？好奇加1，来个会唇语的。翻看了几条评论之后，我再次点开视频，拉动进度条，认真观看2遍之后，凭借着在小世界我对他的熟悉程度，我知道了视频末尾没录清晰的话。他说的是，虽然他是个骗子。沉默之际，我看了一眼手机里的未读消息，有说他帅，说他抬头看我的广告牌很酥很好磕，让我和他试试谈个地下恋的。有好奇八卦问我认不认识，觉得我和他之间有段过往，想打听小道消息蹭热度写同人文的，甚至还有熟悉的综艺导演朋友说要马上办一个恋综，邀请我和他参加的。我笑不出来，那可是严楚啊，堂堂血族公爵，书里的反派大佬。我演戏把他攻略下来后就跑路了，结果他追到3次元了，我都要怕死了，还什么给机会地下恋 CP 感呢？科，我的命不是命吗？我很清楚严楚的能力，明明是在自己的家里，我却觉得一点都不安全。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睡意，躲在被窝里想到各种可能，我越发清醒。他说我是骗子，会不会已经恨上我了？
我说了不走，结果转头就走了，他会不会生气的想要咬断我的脖子？他来到3次元之后，1次元的能力还在吗？他是书里的反派血族，来到这个世界咬人的话，会不会被抓起来呀？我一个翻身爬起来，打开平板，找到那本书，拉动目录，翻到最后之后，我心里一惊，结局变了。我咽了咽唾沫，他好像很恨我，他不会把我吸成人干吧？瑟瑟发抖之际，我听到了缓缓一声叹息。不会，听到声音的我直接僵住，心率飙升之际，我胆战心惊地瞟了一眼周围，没有人。严楚，就在我怀疑我是不是幻听了的时候，那道声音再次响起，累了就睡觉，别怕，的确是他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本紧张害怕的情绪因为他的话松懈下来，我想让他出来和他谈谈，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解释我也是身不由己，说我要是不攻略他我会死。可是即便有苦衷，骗人感情也是事实。我抓了抓头发，将自己埋进枕头里，想起刚刚看的结局，我心里有些愧疚。我真不是东西啊！或许是看了结局太过愧疚，我梦到了我离开之后的剧情。攻略任务完成之后，我选择了脱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系统在我离开之后删除掉了小说里我存在过的痕迹，所有人都忘记了我，除了严楚。他发了疯似的找我，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他开始逼问我的家人朋友们我的去向，但是不管他怎么问，得到的都是否认的答案。你记错了吧？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倒是想要一个女儿，但是没缘分。我哪来的什么妹妹？你可别在你姐姐面前瞎说，要是她误会了就不好了。严楚，你是不是沉睡的时候做梦了？我不认识雨雨。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再去追问我去哪了，而是开始寻找能证明我存在过的东西。关于我的所有系统都清楚了，他当然找不到。不仅找不到，渐渐的，他察觉到和我有关的记忆在渐渐消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露出那样的表情。他害怕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将我忘得一干二净，疯了似的想要留下点什么。梦里拥有上帝视角的我静静地看着，我看着他认认真真地勾勒出了我的样子，看着他一笔一画地将我们发生过的事情写在纸上。渐渐的，他的神色从专注变成茫然。我看到他拿着画像不断追问身边的人，却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失望的样子。看到他看着自己写下来的文字陷入痛苦，看着他逐渐变得暴躁敏感，我突然想起最开始书里对他的介绍。虽然这是一本肉香的 H 文，但是作者却用了不少笔墨塑造这个反派的人设。他拥有有史以来最为纯净的血脉，能驱动所有血族为他所用。他天生强大又身居高位，不明白血统高贵的血族为什么要向作为食物的人类低头。和平协议里约束血族行为的条款对他来说就像是笑话。原著里他一直都是高傲的，即便最后被下属背叛陷入沉睡，也从未这样狼狈过。我心情突然很复杂，或者说很愧疚。不管什么原因，骗人感情终究是我坦坦荡荡20多年人生里做过的最下头的事情。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无法从梦里醒来，只能看着这个梦的后续。城堡里没有白天，不知道过了多久，蔓延在城堡里的威压渐渐淡了一些。严楚，你最近到底怎么了？前段时间阴晴不定，闹得城堡不安宁，现在又这么突然地说决定沉睡，为什么？他高坐王位，却显得有些寂寥。闻言，他睁开血眸看了一眼藤鹿，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声音淡淡的，没什么，只是觉得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有些难熬。藤鹿微微皱眉，有些不解，这种近乎厌世的话，怎么会从他这个高傲自矜的弟弟嘴里说出来？严楚，你到底怎么了？严楚没有回答，只是缓缓闭上了眼睛。藤鹿想起前段时间严楚疯狂地找人的样子，心里多了几分猜想。他抬眸看着严楚，眼里满是认真。严楚，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我相信，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里，你一定能够找到那个你在意也在意你的人。严楚皱了皱眉头，缓缓睁开了眼睛，只见他的血眸似乎又红了一些。不会有那样的人。你怎么知道没有呢？总会遇到的。他会在意你，疼惜你，无条件地心悦你，满心满眼都是你，坚定地站在你身边，永远陪着你。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高位之上的严楚笑了，可是从他周身感觉不到丝毫喜悦，反而更觉得寂寥。他垂下了眸子，遮住了眼底的情绪，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半晌，他再次开口，不会有这样的人。他的血眸更红了，就像下一秒就会流出血泪。不会有这样的人。惊醒之后，我大脑一片空白，耳边似乎还盘旋着那句不会有这样的人。想起他在沉睡中死亡的结局，我心里一滞。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一开始是我颁奖典礼在即，心理压力太大，所以抱着放松的念头打开了这本男主极多但故事情节单一的女性向后公文。可是谁能想到呢？我会穿进这本随便找的小 H 文里，成了出场2分钟就嘎掉的炮灰。为了活命攻略了反派，欺骗了他的感情，让他气得从异次元跑出来了。这么炸裂的事情还真就让我遇到了。我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虽然原故事结局里他也是陷入沉睡，但是没有死亡，那些不符合他人设的事情也没有出现过。或许是穿进去亲自体验过的原因，我好像没法把他当作单薄的纸片人看待。
我瘫在床上，想起了攻略他的日子。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毕竟人类攻略血族和鸡腿长嘴说要和我在一起一样荒谬，但是系统不管，不仅不管，他还让我帮助女主完成人类、血族、狼人的3族和平协议。我不同意，但系统开始装聋。后来在我央求抗议摆烂三管齐下之后，系统给了我一个抽金手指的机会。好消息是我抽到了读心术金手指，坏消息是血族们都会读心术。我很生气，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虽然任务很离谱，但是为了活命，我还是钻研起了剧情。这本书是以女主藤露视角展开的女性向后宫文。故事一开始是反派严楚违背了人类和血族的和平条约，纵容血族抓捕人类吸食血液，人类为了自保和报仇，雇佣了狼人斩杀血族，3族关系越发紧张。后续藤露游走3族，先后结识血族男主、狼人男主、人类男主，和他们经历一系列挫折，发生一系列不可描述的事情后，3族恢复和平。至于我，虽然我是个出场2分钟的炮灰，但是我贯穿了全文。我是人类男主的妹妹，家里有权有势，还有个宠女儿的好爹。我死后，我的家人执意为我报仇。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死亡推动了3族矛盾。我扛着肩上的重担，我被抓到了血族城堡。提前解读了剧情和人物，我知道每个血族都有读心术。我的金手指在他们面前不仅鸡肋，还容易暴露自己。我果断放弃了使用。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能力，此后他们的读心术在我这只会读到我想让他们知道的东西。结合我分析出来的人物特点，为了更快攻略，我用了恋爱脑花痴的人设包装自己。被抓到城堡之后，我见到了严楚，他坐在高台的椅子上，血眸里一片冷漠，看着台下被抓来的人类，就像是在看蝼蚁。我时刻谨记自己恋爱脑加花痴的人设，开始在心里演戏。啊，这就是血族城堡吗？看起来比我家的庄园还要大一些。又见到他了，开心。其实不用帮我的，如果早说是来见他的话，我可以自己跑着来的。其他人都被打晕了，就我还清醒着，这就是区别对待吗？他是不是喜欢我？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原来我们是双向奔赴，或许是我心里话太密。他微微皱了皱眉，下一秒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血眸里没有什么情绪，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是周围其他血族已经很懂事的将其他昏迷的人带走，周围只剩下了我和他。我心里的彩虹屁依旧没停。他的眼睛真好看啊，不只是眼睛，整个人都好好看。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有漂亮的黑色大翅膀，不知道能不能摸摸。他突然凑近到我面前，不知道为什么，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你不害怕？我肯定的摇头之后，星星眼的看着他，不怕。这么帅的人能坏到哪里去呢？别管，这就是我的3观，严门。我是血族，你的血的味道很好闻，我会吸你的血，你可能会死。秉持着花痴恋爱脑的人设，我脱口而出：你会吸其他人的血吗？他微微挑眉，不会。他不吸别人的血，只吸我的血。他好爱我，我主动把手递到他面前，不就是血吗？我可以给你吸，我身体倍儿棒，只要我好好的，我能一直给你吸。他轻笑了一声，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总归绑着我的绳子突然断掉，下一秒我已经到了高台之上，被他抱在怀里。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略带冰凉的唇瓣已经贴上我的脖颈，我只痛了一下，很快一股奇异的感觉就包围了我。我克制住了想要挣扎的下意识，转环上他的脖颈，努力地贴近他。感觉到他吸食鲜血的动作，威顿我继续表演。他抱我了，我一定没有睡醒吧，不然怎么可能离他这么近呢？可是有点疼嘞，梦里感觉不到疼才对，所以都是真的。感觉好奇怪，说不出来，有点难受又有点舒服。他要是能亲亲我就好了。虽然是因为吸血才咬了我，但是4舍5入他就是亲我了呢。真的好喜欢他呀，好喜欢好喜欢。下一秒我被推开了一些，他垂眸看着我，血眸幽深。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敢多想别的，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你吃饱了吗？那就是血族的獠牙吗？好酷，想摸摸。这么近距离看她更好看了，血眸好漂亮，睫毛好长，她的嘴唇也好漂亮啊，想亲，好喜欢她呀。严楚似乎被我过多的心里话吵到了，他伸手将我环在他脖子上的手拍开，眼里是不加掩饰的打量，细看还有丝丝嫌弃。你喜欢我？我直接愣住，一副他怎么知道的呆样，面上表演羞涩，心里不断嚎叫。他怎么知道我喜欢他的？难道是我表现得太明显了吗？爸爸说过，女孩子遇到喜欢的人要矜持，矜持是什么样啊？我该怎么办？喜欢我？严楚轻嗤了一声，刚刚收起的獠牙又露了出来，恐吓的开口：人类喜欢血族。真好笑，你就不怕我把你吸成人干？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表演的就是一个恋爱脑上的无知无畏。如果是您的话，我就不怕。他睨了我一眼，下一秒周遭环境转变，我掉落在柔软的床上。他的声音不知道从哪想起来：你说的对，一下死了是挺没意思，难得你的血合我的胃口，就当是个血包，先养着吧。他说难得我的血合他的胃口，这就是宿命感吗？等到系统提醒我他已经离开之后，我才停下了表演，彻底的放松下来。
好家伙，恋爱脑花痴加傻白甜不是一般人能演的，比接连着几天的大夜戏还累。虽然这场暂时看不到结局的戏糟心了一些，但是好在度过了死亡节点，我暂时活下来了。不知道严楚说过什么，城堡里的血族没有为难我，甚至还有一个血族管家照料我的日常和三餐。我知道血族的能力超凡，待在城堡的每一天我都不敢松懈，害怕被血族察觉到我的小心思被打掉。为了早点结束这种类似007的痛苦，我开始主动在严楚面前刷存在感。传输之前我有上帝视角，传输之后我有系统提供的详细剧情。我知道所有人物的弱点和心结，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不排斥我的靠近。我的演技向来都很好，虽然我从未对他用过读心术，但是他看我的眼神从轻视戏谑到认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个能带人入戏的好演员。我当然也没有忘记我另外一个任务。城堡里的血族虽然总是用看食物的眼神看我，但是碍于现在我被打上了严楚的标签，他们并不敢对我做什么。严楚不在我闲来无事就不断给血族们洗脑，血液是可再生的资源，一下吸干了就浪费了一个可再生资源，好好养护着就是可持续资源。我不知道血族是不是听进去了我的话，总归这段时间血族们抓人来城堡的次数少了很多。和严楚关系稍微亲近了一些之后，我央求着严楚给了我电子设备。我家里人得知我是安全的之后放了心，没有去雇佣狼人杀血族报仇。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被关押着，但是在我的洗脑下，他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至此，我第二个任务的进度条前进了一大半，剩下的大概就是女主结识各族男主之后需要解决的了。后来，在我的攻略下，严楚对外从不掩饰对我的喜欢，因为我的原因，在血族和人类关系的问题上也一再让步。签订和平约定的时候，还有人笑着说我像古时候的和亲公主，说我以一人之力促进了3族和平。我任务还没有结束，每次都装作不好意思地窝到严楚的怀里，心里一阵自恋，一阵对严楚的无脑吹。每次这个时候，严楚就会摸摸我的脑袋，或者笑着低头亲我的脸，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以为我脱离也会很顺利，但是不知道哪里暴露了。严楚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开始患得患失。雨雨，你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雨雨，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别离开我好不好？雨雨，一直陪在我身边好不好？雨雨，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窝到他怀里，亲亲他，安慰他。怎么会呢？我这么爱你，怎么可能离开你呢？为了不暴露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开始有意地控制自己脑子的所思所想。哎呀呀，他害怕我离开他，他真的好爱我。呜，我怎么会离开他呢？我要和他在一起一辈子。每次看到他眉头微微舒展，我就知道他已经被我哄好了。虽然他很好哄，但是我心里总是很不安，以至于又一次哄好严楚之后，系统提醒我能够脱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没办法。虽然我很会演戏，但是他们都有读心术啊，谁能接受007工作制啊？响起的手机闹铃把我从回忆里拉出来，我看着天花板微微叹了口气，或许是因为昨晚上的那个梦的原因，我对严楚的害怕减少了一些，愧疚占了上风。简单洗漱好之后，我出门照常准备晨跑，刚刚打开门就看见了不远处站着的身影。靠墙站着的严楚听到门打开的声音之后，缓缓抬起了眸子，看见我之后，他眼睛亮了亮，上前走了2步之后又停了下来。雨雨，我没有想到他会站在这里，也从来没想过能看到他这样近乎胆怯的姿态。正愣之际，我开始怀疑他来到3次元之后是不是失去了原本的能力，毕竟血族能力超群，他更是佼佼者。我很快又打消了这个猜想，毕竟我这个公寓一梯一户安保极好，如果他能力消失了，没道理出现在我面前。你怎么在这？严楚全然没有了以前的气势，低垂着眉眼，显得有些落寞。我也不知道，只是沉睡醒来之后就到了这个世界。雨雨，我很想你。你已经找到我了，为什么不直接进来？严楚抬眸看了我一眼，眼泪泛红，很害怕我沉默着看着，不知道在墙角站了多久的严楚，微微叹了口气。不知道是因为那场梦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我的心情很复杂。过了好一会儿，还是愧疚到达了顶峰。我让他进门，他略微拘谨地在位置上坐下，视线偏转，看着周围的环境。我刚刚在他对面坐下，突然听到了一道声音：雨雨真实身份是大明星，这里才是雨雨生活的地方。他好像一点都不喜欢我，之前只是在我面前演戏。有点难过，我愣了愣，下意识地看向严楚。那是我曾经在系统那抽中的只对攻略对象有用的读心术金手指，可是我不是放弃使用了吗？雨雨这样看着我，是不是又在想办法丢掉我？好想知道雨雨的真实想法，可是他知道了会不高兴，不高兴可能会更不喜欢我。以前雨雨就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世界的雨雨更受欢迎了，我该怎么办？强来的话，他会讨厌我的吧？我是不是昨晚上做梦做太久没睡醒？这些话是从严楚嘴里说出来的。我细细地打量了严楚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开口：严楚，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严楚专注地看着我，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他的声音。之后的打算，没有想过。如果可以的话，想要陪在他身边，但是他可能不想吧。
算了，他不喜欢我，我出现在他面前可能会让人更讨厌。我已经看过他了，没什么遗憾了。要不告别之后随便找个地方沉睡吧，反正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多余的人而已。我看着没有说话的严楚，只觉得脑瓜子疼。我瞪着他说吧，你学我给自己立了什么人设？严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来到这个世界后做的一些隐藏消失。他的血眸暴露出来，脸色也苍白了很多。雨想起昨晚上发生的一切，我深吸一口气。昨晚上那个梦境也和你有关吧？你故意想让我看见。读心术也和你有关吧？你到底想做什么？严楚的血眸更红了，下一秒他开口了：我承认这些都是我主导的。你梦中飞快过去的时间其实很久，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觉得忘了什么，可是没有人记得你。我能够感觉到身边应该有一个人存在，可是没有。所有人都说是我沉睡久了做了一个梦，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怀疑自己，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梦。你什么都没留下，和你有关的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到最后只剩下我没有忘记的时候留下的文字，能证明你可能存在过。他低垂着眼眸，似乎压抑着所有的情绪。所有人都不相信你存在过，我找了你很久，可是找不到。血族的寿命很长，在漫长的生命里，我一直都在等你出现，可是我没有等到。那些时光很难熬，血族不会轻易死亡，但是因为过于想念，我变得痛苦、暴躁、不安。他抬眸看着我，我能看到他藏在眼底的想念和渴望。藤路来找我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切。我知道你是真的存在过，也知道你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在骗我，知道你对待我的所有都是假的。严楚扯了扯嘴角，有一滴泪落下。可是怎么办呢？我发现相比恨，我更想你。别说了，已经是我半夜起来都会扇自己的程度了。我知道雨心软，我也承认我有私心，我只是……严楚抬眸看我，眼神灼灼，希望你可怜我。我得承认，严楚的小算盘打到我了。见过不可一世的他之后，再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还是心软了。他从异次元出来，谁也不认识，也没地方可去。我大手一挥，让他在我家里留了下来。我让他藏好血眸和獠牙，平日里不能瞎用他的那些能力，更不能乱用读心术。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对我动手动脚。他状似乖巧地答应了。我没有瞒着我的助理和经纪人，只是告诉他们我招聘了一个住家保镖，以后贴身照顾我。两人到我家看见严楚之后，惊呆了。经纪人把我拉到一边，你小子想谈恋爱就直说，和我玩这一套是吧？贴身保镖，你玩点花，我的为人他难道还不清楚吗？姐，他不就是热搜上那个神颜吗？他来自荐整席了。小助理一脸崇拜地看着我，姐，你给了我好大的鼓励，所以女孩子真的要有事业心，有了钱这种帅哥也会主动送上门。这是我给的鼓励。我回头看了严楚一眼，他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见我回头还对我笑了笑。算了，就当是吧。我3岁童星出道，入圈22年里拍了不少戏，偶像剧、正剧、主角、配角、正派、反派，大大小小的戏我都演过。达成大满贯成就之后，我打算给自己放段时间假。经纪人给我留出了2个月的档期，我带着身为我贴身保镖的严楚出发了。我和严楚去的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算多，胜在风景很好。白天游玩结束，晚上我拉着严楚到了一个清吧，酒过3巡之后，我偏头欣赏着他的颜值。即便见过娱乐圈很多不同类型的帅哥，但是看着严楚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眼前一亮。想想又好像很正常，毕竟血族没有长得寒碜的人。我看了他好一会儿，趁着微醺问出了心里的疑问：严楚，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并不觉得简单的糖衣炮弹就能让他喜欢上一个人。一开始接受任务的时候，我想过先糖衣炮弹，后续再不断调整攻略，可是后面也没有用上。现在想想，我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他明明已经知道我在骗他了，为什么？严楚伸手将我手边的酒拿开了一些，我看了酒杯一眼，伸手想要去拿的时候被他拉住手，见我没有反抗，他稍微握紧了一些。大概是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你从城堡里跑出来抱住了我，说很想我。我的视线从向握的手上移开，抬眸对上他深邃的眼睛，我微微愣住。就这？不是，他好歹也是小说里的反派呀，这么容易攻略的？雨觉得我很好攻略，我没有说话。严楚得寸进尺地往我身边靠近了一些，我看见了，但是没有说什么，毕竟在小说里更亲密的事情也都做过了。雨有没有想过，或许不是我好攻略，而是因为命中注定我们天生就应该在一起。我想说他学什么油腻言论，但是看着他认真的样子，话里又转了个弯，展开说说。血族并不需要进食，人类的鲜血对于血族来说只是加餐，就像人类眼中的奶茶。我记得初见的时候你就问过我吸不吸别人的血，我说不，我没有骗你。在遇到你之前，我很讨厌血液的味道，你是例外。严楚表情很认真。后来我听管家说，只对一个人，特别是宿命感，我那个喜欢用玛丽苏言情小说打发漫长生命的纯爱战神管家。我沉默了。他还真是活学活用啊，严楚的恋爱脑一定有他一份功劳在。严楚试探地揽住了我，见我没有抗拒，他抱紧了一些。雨，我曾经用催眠问过关于你的所有，我知道你的目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酒都醒了，怎么可能？系统都没有提醒过我。你说什么？
你知道的，血族拥有很多能力，你很厉害，但是我并不是一点都察觉不到。我咽了咽唾沫，那你为什么没有拆穿我？催眠的时候我问过你会不会入戏，你说会，我想试试，让你真的喜欢我。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寥寥2句话带来的冲击，比我看到小说结局发生了改变还要大。所以你不用内疚，你没有骗我什么，都是我自愿的。严楚笑了笑，他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动作带着安抚。我的初心一直没有改变，我是喜欢你，但是选择权在你那，你是自由的。对上严楚那深邃又炙热的视线，我快速地移开了视线，心里只觉得慌乱，心脏的砰跳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心里更乱了。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酒店，伸懒腰的时候看到不远处的沙发上坐着的严楚，我惊了。你在这坐着干什么？怎么不回房间休息？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多亏待他呢，连个房间都不给开，让人在沙发上守着我睡。严楚将手机递给我，你经纪人说你醒了之后回电话给他，拨通电话之后，经纪人告诉了我怎么回事。国内一个旅游综艺正好在这个国家拍摄，昨晚上严楚带我回酒店的时候，远远的被直播镜头录进去了。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是节目直播热度爆了，于是那个节目组连夜给我经纪人打电话，让我当一期飞行嘉宾。我没有立刻答应，挂断电话之后点开了微博。昨晚这边直播的时候，国内是早上，我睡醒起来，国内已经是晚上了，但是热搜依旧挂着，热度依旧不减。井号旅游8综艺巧遇落雨，井号落雨疑似恋情曝光，井号落雨，井号爆落雨的男人是谁？井号我太红了也是一种烦恼。视频依旧只有短短的1分钟左右，画面里我拽着严楚，似乎不满地在说些什么。严楚低头耐心地听着，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似乎很不满意，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被严楚打横抱起。我脑子里怎么没有这段记忆？我仔细回想了一番，醉酒后的记忆渐渐回归。昨晚我心脏砰砰跳，原本想要喝酒压压惊，结果越喝越上头。喝醉之后，严楚想要带我离开，我不想走，拉着他问他问题。严楚，你真的喜欢我呀？我喜欢你。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你想要我怎么证明？你以前说过血族重欲，越喜欢一个人就越……我拍了拍脑袋手动，让记忆停止。只要我装作不记得，那丢人的就不是我。我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严楚，欲言又止。怎么了吗？是不是头痛？算了。我再次看着微博。快告诉我，那个男人是不是前几天广告牌的那个神颜？这对我真的很重要。落雨工作室，落雨小助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我还以为我磕 CP 上头了。SOS， 谁懂啊？他一下就把他抱起来了，我瞬间脑补夫妻吵架抱回家收拾的剧情。可恶，楼上一说，我的画面感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是我用超能力砸出来的 CP， 同框了，我好快乐。快来个会唇语的分析分析，这俩说什么？会唇语不是千里眼顺风耳，更不是许愿，这么远这么糊的视频谁看得清啊？旅游吧，饭都喂到你嘴边了，你倒是张嘴啊！你看看，凭你自己闯得过热搜前5吗？有流量你是真不蹭啊！赶紧去邀请他呀，去邀请他和那个男人加入你们啊！你们要是邀请成功，我这辈子都不骂你们了。旅游吧，加一，不仅不骂，氪金粉在你们直播的时候给你们刷火箭都行。发家致富的饭都喂到你嘴边了，你倒是张嘴啊！旅游吧，不是吧？难道就我一个人注意到落雨喝醉了吗？他还是明星呢，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别管他，哈哈，都什么年代了，女孩子喝酒怎么了？用你的钱喝酒了？咱与电视剧电影拿的奖拿出来都能砸死小黑子。大概了解网上的风向之后，我看着严楚，你和我同框了，你介意吗？严楚把水递给我，为什么要介意？我现在可是你的贴身保镖，未来你是大明星，我们总会同框的。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给经纪人回了消息。我拒绝了当飞行嘉宾，我是来旅游放松的，不想在放松的时候谈工作。不过我心情还算不错，答应了友情出镜几分钟，他们来偶遇我们。于是乎，在偶遇的那几分钟里，全网都知道了前2天火出圈的男人，现在成了我的贴身保镖。高冷清贵的保镖 vs 美艳大明星，这身高差体型差，谁懂啊？我原本以为鱼是娱乐圈百搭体质，但是现在有了对比之后，就觉得之前和鱼搭戏的男明星们都差了点意思，没有说别的男明星不好的意思，求别骂。只有我好奇，为什么前几天这男的上了热搜，现在就和鱼在国外旅游了吗？这不会是预热吧？难道这男的想要出道？感觉不像。刚刚偶遇直播的时候，他的眼神就没有从鱼身上离开过，那小零食投喂的比我男朋友喂我还顺手。楼上瓜，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鱼说这是我的保镖的时候，重音在我的上面。赢妈了 CP 粉和旅游吧节目组赢妈了。玩了2个月之后，我又进了组，严楚几乎24小时都守在我身边，我的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差点把我的小助理都顶替掉。我和他都默契的没有再提起攻略的事情，就这样平淡的相处着。我能够感觉到我心里的一些变化，但是我并不排斥，也尝试着在接受。时间久了，大家都默认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26岁生日那天，剧组提前收工给我庆祝了生日。回家的时候，严楚很安静，平日里他的话也不怎么多，我就没有多想，只是懒懒地靠在他身上闭眼休息。只是今天回酒店的时间好像格外的长，严楚还没到吗？我困死了。快了，没一会儿，严楚再次开口。到了。下车之后，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近乎一比一复刻的城堡庄园就在我面前，相同的奢靡，不同的是，这个城堡灯火通明，鲜花布满，没有此前的阴森可怖，多了几分浪漫。这是我们的家。不是，这么大一个庄园，你哪来的钱？严楚表情无辜。这个世界的血族找到了我，非说我是他们老祖宗，然后呢？我见了一些血族，他们发展的挺好的，产业遍布全国，就是非要给我。他在口出什么狂言？严楚牵着我的手进门，不用管他们，他们活了太久，这些是他们最不看重的东西。我进门之后，我看到了熟悉的陈设布局，下意识的脑子里想起了攻略时候的事情。恍然之际，我看到了严楚在我面前单膝跪下。这一天我已经等很久了。他抿了抿嘴，拿着戒指的手有些颤抖，似乎是在紧张。雨，我已经存在了近1000年，在没有白天的城堡里，我以为我更喜欢黑暗。这1000年来，我早就不知道寂寞是什么感觉，直到你出现又离开，再次开口，他的声音很是沙哑。可是，在你走后，每一个黑夜都变得可怕又漫长。虽然记忆忘记了，但是我的潜意识还记得。我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闭上眼睛的每一个瞬间，我都在想，他到底是谁呢？他去了哪？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我天生强大，生下来就拥有血族最纯净的血脉，但是我第一次觉得无助，因为在我想起来所有之后，我仍然找不到你。血族的所有技能没办法让我到达另外一个世界。上天眷顾，让我在死亡之后来到了你的世界。我一开始心里也有怨恨，恨你没有一点迟疑的就丢下了我。可是我又想，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目的，没有让你也喜欢上我是我的问题。雨，你曾经说过，你更喜欢沉浸式演戏，喜欢带入主角的情绪，以至于每一次拍完戏都要放松很久出戏。我想问问，关于我的这一场戏，你能不能不出戏？能不能陪我演下去？我愣愣地看着严楚，视线不断模糊。我想起这次攻略，可以说这是我演过最难的一场戏，也是最用心的一场。为了不被血族读心，我每天主动的在心里想对他的喜欢，就像是自我催眠，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久而久之，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脱离的时候我跑那么快，也是担心这场戏把自己搭进去。可是我好像还是把自己搭进去了。我看着严楚，对上了他眼底的紧张不安，我突然笑起来。好啊，录了一场走不出来的戏，那就一起走下去。正文完番外，严楚日记活了太久，闲得没事干，我想要搞点事情。思来想去，打破3族协议比较有意思。手下那群血族十分上道，我只是简单说了2句，他们就已经抓了不少人回来。看着他们眼底的渴望，我并没有说什么。弱肉强食，天经地义，血族吸血天经地义，他们想要吸血就吸呗。准备让他们自行处理这批人的时候，我从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他不仅不害怕血族，还想觊觎我。人类喜欢血族，饮料长嘴说喜欢我了，真是稀罕事。我吸血了，虽然这对血族来说很正常，对我来说却不太正常，因为此前我一直觉得人类的血液很臭，也不理解血族为什么喜欢吸血。可是它很香，和别人都不一样。管家说我嫌弃所有人的鲜血，却喜欢它的味道，是因为宿命感。我不理解。管家说大概就是兜兜转转，我还是会和他在一起。我不信。管家急了，他给我展示了他满房间的参考资料，说根据书上看来的经验，我一定会一边沉迷他血液的味道，一边虐他，在他死后开始幡然醒悟。管家说全血族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对他不屑一顾，这就是故事的开始。我看着管家信誓旦旦的样子，打了响指，把他的所有书都烧了。管家哭了，说我一定会追起火葬场。不信。他喜欢我这件事我还是信的，他喜欢我是假的，他在演戏，想要攻略我。管家说但凡遇到必有起因，他想要攻略我就是起因，我和他会在攻略中纠缠就是结果。管家说攻略相遇的手段罢了。管家让我自己想想。我想了，他为什么只攻略我不攻略别人？这就是宿命感。管家说有宿命感的人都会在一起，有道理，我信了。催眠不会骗人，问他了。他是演员，攻略我是为了活下去。我问他演戏会不会入戏，他说会。对上了，不攻略我会死是起因，入戏是结果，这是宿命感。反正迟早都会喜欢他，我又不是变态，那就省略虐的部分，先喜欢他吧。失策，我喜欢上他就代表他任务结束，他要走了。他走了，我发疯。失忆了，我发疯。想起来了，骗人的宿命感，不想活了。我又活了，找到他了。他害怕我，伤心。这个世界的血族找来了，他们跪下喊我祖宗，让我回去继承王位。别来沾边。我还要装可怜，留在他身边，只求苦肉计，他心疼了。赖在他身边了，开心。和他一起旅游，开心。
他喝醉了想要我，不给，轻易得到是不会珍惜的。但是他好像有点喜欢我，我是不是应该准备婚礼了？被拍了，网友都说我和他好配，般配，绝配，开心。贴身保镖陪他拍戏，看看剧本，没有感情线，满意。有男演员搭讪，但我是死的吗？真想呲出獠牙吓死他。他拒绝了男演员的搭讪，说要陪我吃饭，爆炸开心。他果然喜欢我，求婚准备的差不多了，紧张。他答应了，我就知道他喜欢我，结婚了，和他缔结了共生契约，他生我生，他死我死，他再也不会丢下我了。